一个人的时候，有时就会想去些安静的地方，没有特定的目的，只是单纯的享受与自己相处的时光。京都的洛北区曾经是艺术家和传统工匠聚集的区域，有着浓浓的文青感。现代的洛北街道还保留静美的寺院、典雅的餐厅，还有名人的旧宅古迹。走在这里，不自觉的会放慢脚步，希望日子过得慢一点。不需要刻意寻找，用偶遇惊喜的心情，一起来洛北享受独处的慢时光吧。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前往洛北地区，可以坐瑞山电铁到岩仓站，再以散步的方式，慢慢欣赏这一区的景点。沿途有些小餐厅，却没有过度商业的感觉，反而有种安适的静谧。石香院藏身在住宅区内，是一处隐藏的珍宝。这是一座门基寺院，由皇室后裔担任住持的高级寺院。石香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，由天才宗僧侣创建。寺院在江户时代重建，建筑风格融合了日本传统和禅宗美学。这个枯山水石亭很有特色，非常写意，借景后方的山，整个画面层次分明。叶子变色的画，一定是幅精彩的画作。里面还有个精致小巧的庭院，园里爬满绿植，有股生气勃勃的姿态，和刚才的枯山水石亭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。石香院的建筑包括主殿、书院、茶室，但为了保护文物，室内禁止拍照。这里最有名的是床绿景观，阳光透过庭园的植物，投射在木头地板上，形成美丽的光影效果，带来无比的宁静和舒适感。不过这个视角在室内，只能看不能拍摄。
石像院是一处历史悠久的寺院，也是心灵的避风港，远离都市的喧嚣，享受若北的宁静。从石像院走路3分钟，就到了延昌巨士油漆旧宅。历史迷可以来这里重温历史故事。这里是政治家延昌巨士被放逐到郊区时的住宅。他是明治维新的一大推手，即使被放逐，还是很积极地召开会议，连坂本龙马都来过这里。这座旧宅的建筑风格融合了江户时代的传统和维新时代的特征。整体虽然有点小，但保存得很完整，维护得很干净，可以很惬意地参观。入口处的木质门庭显得朴实而庄重，庭院内侧设计简约却充满美感。坐在原侧，没有人打扰，可以静静地放任想象力奔驰，和内心无限的对话。旁边还有栋小洋楼，展示纸本的文物。宁静的老宅，浓浓的诗意，对于单纯的生活多了一分向往与期待。通常神社门口的左右两边是破犬，山宅八幡宫的鸟居两旁却是鸽子，好像在门口就暗示了这是间有趣的神社。山宅八幡宫供奉的是儿童的守护神八幡大神，他是阻止昆虫、治愈儿童疾病、维持学习成绩的守护神。因为鸽子能吃掉儿童身上的恙虫而保护孩子，所以门口和神社境内有很多鸽子的小陶偶。神色非常清幽，像是鸽子飞回自己的窝一样，会让人感觉很安心的一个地方。从山宅八幡宫旁边，有一条连 Google 地图都没有的小路，走这里5分钟就会到三民院了。拍摄的时间是初秋，京都大多数的叶子都还没变色，但走在这里，一定会被红叶包围的多宝塔吸引。
相比京都其他动不动就1000年历史的古寺来说，三明院算是很年轻的寺庙了。创建于1906年，目前是第6代寺主在管理，主要供奉弘法大师。寺院里虽然没有什么厉害的历史古迹或文物，但红叶变色的时间很早，而且没有人潮，所以很好拍照。每个月1号开放的多宝塔，里面供奉11面观音。这里地势比较高，还可以俯瞰附近的住宅区。这里是个红宝石般的秘境，在这里停留40分钟，却完全没有其他游客，独享洛北宁静的市井气息。莲华寺位在有名的红叶景点琉璃光院附近，但却没有人山人海的观光人潮，是个安静小巧的庭园。寺院不大，但本堂、庭园、钟楼都保持得不错，是重要文化财。适合一个人静静地待着，身心都好好休息一下。可以坐在书院的榻榻米上，看着水池放空。以水池为中心，搭配树丛、石雕假山、矮篱，从不同角度都会有不同的禅意视觉感受。莲华寺书院的右边是本堂，木质地板连接的小路是禁止拍摄的，只能坐在书院，静静地欣赏眼前的庭园景致。即使不是红叶极盛的时间过来，但静谧的环境对寻求心灵平静的游客来说，就是一个理想的场所。晚上回到市区，在地铁乌丸站这里，有一家每次经过都大排长龙的餐厅。本着排队及美食的心态，我就来尝试了。用餐时间排了大概40分钟才进来，不过一进来就知道为什么要排队了。
食物都是现点现炸，并不是一次就上齐所有的餐点，而是根据客人用餐的速度来上菜，确保刚炸好的食物是最佳的食用状态。点了和牛炸牛排，有2种部位，炸到5分熟左右。和牛很厚，软嫩带点嚼劲，不会因为油炸的制作方式而有很干很柴的口感。可以免费加饭，加上还有附上1碗咖喱酱，一定能吃得很饱。这家还有炸猪排和炸鸡排，都是以套餐的方式提供。套餐包含炸蔬菜及半熟蛋，食材品质不错，料理的功夫也很到位，这个队排得很值得。京都是个非常适合一个人散步的城市，随意一个角落就是一个古迹，让旅途不停地出现惊喜。整座城市就是一幅画，充满禅意的视觉意象，提醒自己用慢活的态度，随时与自己进行心灵对话。那么，在这样一座慢心的城市，你会想对自己说些什么呢？如果你也喜欢京都的慢时光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起感受京都旅游的独特魅力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